Xperia One Mark 4使用了几天时间，今天我来说一说反馈。首先，我们说外观和手感，索尼认准的东西，它是真坚持啊。这个设计从2019年到现在基本没变。2019年大家刚看到一代的时候都吐槽，这索尼人家都全面屏了，他还在这宽额头宽下巴呢。等到2020年大家看到第二代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吐槽的多啊，说这索尼怎么隔了一年的时间它也没点变化呀。到2021年大家看到第三代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，哎，这个索尼这个老小子是不是背后有什么玄机呀？等到今年大家看到第四代，开始感慨这设计还得看索尼啊。这是 iPhone 13 Pro。这是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， 长短虽然说差很大，但其实它们的宽度是几乎相同的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啊，这一点就让 Mark 4它在握持的时候，其实是和 iPhone 13 Pro 握持的手感差不多。索尼实际上它的屏幕大，就在于它长，显示出上半部分，你看多的这样一个区域，能看出来吗？在全世界旗舰都堆到230克左右重量的时候，索尼把旗舰的重量坚持在了185克。Mark 4的屏幕峰值亮度拉升到了1000尼特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不是普通的1000尼特，这是4K 分辨率的1000尼特。官方表示，比前代 Mark 3亮度提升了50%。使用中有最大的2个感受吧。首先看 HDR 视频非常爽，我跟大家说啊，就是这段视频里，你看到那个火光了吗？就是这个光环，魔法光环，哇！如果你在我现在用肉眼去观看这块屏幕，非常的亮，就跟你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这个火光一样的效果。通过索尼官方的数据，配合这个高等数学知识，然后以及这个手指增减法，我们大概能推断出 Mark 3它的最高亮度是在666尼特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前代索尼旗舰是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那种纯正着眼的高亮 HDR 视频的。而在这一代，你看到的所有视频中的灯火、光线都将以最高1000尼特的效果呈现在观众眼前。这是一段 HDR 的片源，大家看，彼得和米歇尔他们接吻的时候，背后好巧不巧射来一束阳光。好家伙，我跟大家说啊，我用肉眼看这块屏幕，这个阳光真的就像现实中的阳光一样刺眼，一时之间我都很难分清到底是阳光太刺眼，还是这个吻太刺眼。注意，1000尼特的亮度其实只是观影体验中的最后一环。Mark 4还拥有一块21:9的屏幕，看宽幅电影完全没有黑边，配合上索尼电视部门友情赞助的 X1 for Mobile 芯片，配合上2枚响度提升10%的向前扬声器加在一起，这才是一套完整的观影体验。1000尼特亮度所带来的第二个提升是户外屏幕清晰度，在强光之下 ，Mark 4它的屏幕亮度会大幅拉升，带来像纸张一样的那种真切观感。和苹果、三星的旗舰不同，索尼这一次可以通过手动把屏幕亮度拉满。对于部分用户来说，可能户外光线没有激发到这个屏幕亮度达到1000尼特那么高，但你也觉得这个画面不够亮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手动把屏幕亮度拉升。影像是 Mark 4第二个重头的升级，索尼研发了一颗连续光学变焦镜头，这应该是目前在售的机型中唯一一颗连续光学变焦镜头了。从3.5倍到5.2倍这段镜头之间，每1毫米的焦距改变都是没有任何裁切的光学变焦。索尼采用潜望式设计，把这样一段超长的镜组埋在机身之内，最后居然还把机身厚度保持在了8.2毫米。这颗光学变焦镜头的优点，画质出色。由于是无损光学变焦，因此会比同倍数数码变焦的细节更加丰富。比如说这张对比苹果，你能看到这个细节上是有所差别的。那对比 vivo 的5倍光学变焦镜头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索尼它居然还有背景虚化。第二个优势，色彩统一。比如说 vivo 它的2颗镜头在4到5倍变换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个色彩上的改变。而由于索尼在这个焦段始终是以同一颗镜头在工作，所以色彩表现也非常稳定。第三就是节省空间和重量 ，Mark 4的重量要比同级别的产品轻了40几克。这颗光学变焦镜头目前也有不足，比如说它的防抖不如索尼的那个单镜头要更稳。这颗镜头本身是支持光学防抖的，但是由于它的设计过于精密，导致防抖的难度会更大。对于长焦的85到120毫米等效焦距这个焦段，其实我也当场就质问了索尼，为什么选择这个焦段？在我看来，2470不是更常用的焦段吗？对吧？如果你能实现1到3倍之间的变焦，
是不是会更加实用呢？索尼给出的反馈是，他们最初的预期还是希望这款手机能够尽可能的拍得更远，而在远的基础上再实现变焦。第二个升级就是3枚镜头、3个传感器，全都采用了索尼独占的 Exmor RS 传感器。这个传感器的优点就在于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快能当饭吃吗？首先，1秒钟20张连拍，这种对于其他手机可能已经是极限了啊，但是对于索尼才是入门。索尼不仅是快，索尼还可以实现在拍照的过程中每秒60次对焦。小猫 Plus 还想躲开我的对焦，全让我拿捏的稳稳当当。这个是小猫啊，使用长焦镜头给它对焦，给小猫都对懵了。而且这次在1秒钟20连拍的基础上，索尼实现了20张连拍全部都是 HDR 多帧合成的照片。三星也是支持每秒钟最高20张连拍。好了，就对这个位置，就有个很亮的云，然后这有一个很黑的建筑啊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对准这个位置啊，预览大概在这个位置，1、2、3。好，也是30多张。高速连拍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处理的时间，这一点是和直接连拍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它1秒钟要拍摄60张照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云彩这个位置啊，而且我必须要说，索尼的这个颜色就是现在肉眼的颜色，就是它是我现在使用过最接近肉眼的这个手机拍照色彩了。高速的第二个价值是4K 120帧视频的拍摄。目前手机支持4K 120帧的非常少，苹果、三星都是4K 60帧最高，就连索尼自家的专业相机支持4K 120帧视频拍摄的，其实也就2、3款吧。4K 120帧拍摄视频有什么用呢？你不需要单独的去切换到什么慢动作视频里，你不需要损失一丁点画质，你就像任何一个 vlog 一样正常拍，你只需要记住。这是4K 120帧，只要你想，就可以让整个世界一瞬间慢下来。在这个慢下来的世界中，原来的1秒钟现在被延长到5秒钟，以至于你有5倍的时间去静静观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，而视频却没有一丝丝卡顿。同学们，不瞒大家说，我被索尼这个4K 120帧的画质震撼住了啊！非常出色的拍摄能力，这个是逆光拍摄的环节，非常厉害。这个画质几乎没有损耗，就呈现在我面前了。这是一段我手持没有任何辅助设备，使用主镜头拍摄的，然后使用4倍慢动作，手机录制视频的上限又往上拔高了一次啊！而且需要说明 ，Mark 4它最厉害的点，并不在于单单的4K 120帧，而在于它的3颗镜头全部能够实现4K 120帧。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这段是超广角手持拍摄的4K 视频慢动作，这段同样是超广角的4K 120帧，画质惊人的出色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焦镜头的4K 120帧，同学们，就这个光影，这个色彩，真的很难想象这是手机拍摄的视频，而且我真的是随手拍，这就是公园，就是马路，没有任何辅助设备，没有任何调色，它拍出来的是什么样，大家看到的就是什么样。我要说一句，真棒！我相信这个功能对于很多家庭有孩子爱跑跑跳跳，有宠物爱打打闹闹，或者本身喜欢打球运动的用户来说，应该可以记录下更多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瞬间。有同学说，那4K 120帧岂不是无敌了？也不是。首先，由于1秒钟它要捕获120张4K 的画面，视频的动态氛围是要弱于普通拍摄的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天空的对比，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啊，尽量不要在大光比的环境中使用这个功能，它就会完美的发挥它的作用。第二就是发热，由于要获取海量的信息，所以拍摄会引起手机这个位置发热。实际测试，环境温度25到26度左右吧，可以连续拍摄7分40秒，之后手机温度达到48度，然后视频就会停止录制。大家注意啊，这是连续拍摄，如果你就是拿起来拍1分钟，然后放下，隔一会儿再拿起来拍1分钟，这种基本就没有限制。所以啊，大家尽可能的利用好这些不同的特性，更有趣的记录下自己的生活。在基础拍摄体验上 ，Mark 4依然非常索尼啊，比苹果还真实的色彩，极少使用多帧合成，所以大家所说的什么涂抹感啊、锐化感都非常少，但是相应的也更容易产生噪点，细节呢可能会弱一些。因为对于多帧合成的克制，那视频的动态氛围也要略弱一些。基础的影像能力大概是Pro I
80%的水准。这一次它的前置镜头传感器增大了，实测在顺光、逆光下的拍照表现都不错。你看这段前置自拍视频啊，相机感也很强，就拍出来很漂亮，但是防抖要略弱一些。索尼其实它是可以自己在设置里打开防抖的，但是它开启防抖之后，那个裁切很大。我建议大家不要开防抖，你就直接拍，拍完了你自己后期加一个防抖啊。继续聊升级，那直播大潮之下 ，Mark 4也增加了对直播用户的更多支持。首先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中的视频大师直接推流直播了，也可以通过手机作为数据传输工具，配合上索尼的相机实现直播效果。大家看，现在 ZV-1它的镜头所拍摄的画面就已经实时的传输到 Mark 4上了。然后可以通过 Mark 4直接推流到你的，比如说斗鱼、虎牙、B 站去进行直播。所以在这种模式下，相当于你是使用了相机的更大传感器以及相机的光学变焦镜头，然后来在你的直播平台进行直播。当然，目前支持这个效果的相机是5款啊，我列在这里。还好我手里有个 ZV-1。几个注意事项我要说一下，不同相机它最高画质直播也是不同的。目前只有 A7M4 支持 1080P 画质。索尼在过热保护上也有很多小细节啊。如果你通过蓝牙手柄去远程控制它录像，那么手机会判定你的小手没有接触到机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手动打开一个叫耐力模式的功能，因为你直播的过程中手机会发热嘛。索尼为了防止你出现长时间握持手机，然后出现低温烫伤的情况，如果你连接了这个蓝牙手柄，那么它就会判断你的小手现在没在机器上，这时候机器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，去解锁一个更高的温度限制，从而去直播更长的时间，因此叫耐力模式。一旦处于配对模式之下，你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柄，看，去调节它的焦距，看到了吗？现在 C1 键我默认设置的是切换不同的镜头，主镜头，再按一下，这是85，然后125。在过热降温的过程中，包括录制120帧视频，或者高速 HDR 连拍，或者手机屏幕的高刷新率，这些功能会暂时性的关闭，从而让温度快速下降啊。下降之后，它又会重新开启。边玩游戏边充电的时候，如果手机温度过高，那会停止对手机电池的充电，只对手机本体进行供电啊，不让手机温度更高。游戏部分，目前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都没有高帧率适配，所以说主要我测试的原神20分钟极限画质，帧率是45帧，温度是44度，耗电11%。我的测试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选择自定义帧率，在这种模式下，反而要比性能模式的帧率更加稳定。然后我又佩戴了一个散热背夹，再次测试20分钟，帧率上升到53帧，耗电15%。目前测试的数据都是工程样机，并不代表最后的量产水准。不过我真心觉得，大家玩大型游戏，其实配一个背夹，这水平肯定大幅提升了。索尼这回发布会上还专门发布了一款散热背夹。索尼的这个散热背夹和现在市面上的完全不同，我还挺好奇它那个手感的。Mark 4的电池在体积没变的前提下，增加了500毫安时，总容量达到了5000毫安时，而重量和厚度居然都没有增加，这个很厉害。这款手机的续航水平很不错，是我近期使用安卓手机中明显感知的那种提升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大家很关心的系统体验。Mark 4它的核心还是安卓原生，包括安卓12这一次新的通知中心，这个我还很喜欢的，顺滑细腻，操作模块非常大，不容易误触。对于这种长屏幕下的单手操作，索尼把能想到的基本都给大家实现了。你想微博单手截图怎么截图呢？往上推，松手，其中第一个就是屏幕截图，我点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用。然后第二个弹出窗口，这个其实也很好用，你点一下，然后你可以去单手调节这个弹窗的大小。是索尼这手机比较长嘛，你想够到上边，那跟 iPhone 的一个操作逻辑差不多，然后你可以直接这么操作。不过这个 UI 设计上还是以小圆形的图标为主啊，有个别应用突破了圆形的限制，呈现出圆角矩形、方形和圆角方形。我真的建议索尼给用户一些自定义图标的空间啊，一个是排列的数量，一个是图标的大小，再一个是图标的形状。那这次索尼中国继续和 Flyme 合作，带来了4款本土化的应用，分别是安全中心支持过滤短信、拦截骚扰电话、查找手机。这个拦截骚扰功能应该是很多同学期盼已久的了吧？这个愿望终于在支离破碎的2022年实现了。还新增了短信应用啊，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我的视频里居然会出现这样一句台词儿。短信支持对通知应用消息的分类，最重要的是
支持提取验证码了。新增的图库应用可以对相册中的人物进行识别，场景进行分类。不过，安卓原生的那个谷歌相册也依然保留。没错，一款手机2个相册，索尼亏了，你赚了。第4个应用 icy 语音助手，这个 icy 的声音是我最喜欢的语音助手的一个声音，就是特成熟，然后还特温柔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反正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。除了新增4个应用之外，这一次还增加了一个负1屏，包括快捷扫码、快捷支付，包括绑定手机号、查快递这些，确实有些本土化的样子了哈。大家还需要什么本土化的应用或者功能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留言。我相信索尼中国应该会看这个视频吧。最近魅族和汽车企业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，我也特意帮大家问了一下索尼啊，现在的传闻是否会影响 Flyme 过去、现在它的适配内容呢？索尼的回复是大家不用担心会持续适配现在应用都不会受影响。总结，使用 Mark 4有几个感受，我分享一下。一个是索尼强大的硬件实力，包括高速传感器是独家，包括光学变焦镜头是独家，包括 4K 1000尼特的屏幕，这些都是技术硬实力的体现啊，都是有独家差异化的。第二个，索尼中国在努力的进行本土化，虽然说开始的时间晚了一点，但是你能看到进度在稳健的往前推进。有的时候保持希望这一点，可能比适配本身还更重要。第三，索尼对于手机功能的判断，其实和苹果的思路有点像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没有一味的去追求大底、追求长焦。你说索尼它不可能缺大底传感器吧？对不对？当索尼觉得这个能力用户够用了的时候，它就不在这个领域玩了，去开辟一些新的赛道，比如说 4K 120帧，比如说光学变焦镜头。那第四，这款手机的定位人群 Mark 4，它还是更适合那些进阶的用户，包括很多功能都有不同的入口，而不同的功能又有不同的优缺点。你只有把每个功能都研究透彻，了解它们适合的场景，才能够发挥出这款手机的全部能力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我的视频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我是荣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